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出了问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智慧。当然，你也可以来爱情保卫战。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欢迎来到爱情保卫战。希望每一对人呢都能够面对问题，恩爱到底，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和和美美。大家好，我是严景彤。爱情就是我们看透一切真相之后，依然觉得值得。大家好，我是心疼你呢，愿你爱的人正好爱着你。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关系当中情绪价值抵万金，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好，让我们有请嘉宾，有请，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孔先生26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丛女士27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刚刚结婚不满1年，就经常争吵不断。我们对时间的管理、家务的分配、饮食的喜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总是要委曲求全的去迁就他，有时候感觉生活的挺累的。我们很难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我们很难妥协，也很难相互调整。这谁先说呀？这新婚夫妻，我先说。你说。我们是在一起快4年了，然后刚结婚不久。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太容易被家里的思想左右了。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约定好了要履行结婚。但是临近婚期了，他跟我说他家里那边已经把传统婚礼的东西都筹备好了，他希望我跟他回老家去举行传统婚礼。他说是所有亲戚都在劝他说传统婚礼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没自己的主见了。我是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是没自己主见吧。第一个是这婚礼在我们老家，我觉得就该入乡随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婚礼的出资者是我爸妈，他们出钱肯定还是要更多的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那你觉得这个不同意就是履行结婚或者执意要办传统婚礼是他的主意还是他父母的主意？我觉得都有吧。他如果就是坚持要履行婚礼的话，他父母怎么样也说不过他。只是我觉得他没有把我想要的放在第一位。这是关键。那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我现在婚房的装修也做不了主了。这婚房原来怎么商量的？本来说好是我出钱，然后我自己想装成什么样就装成什么样。但是我越往下装，出什么钱？装修的钱。装修的钱。那房子的钱谁出的？房子钱首付是他出的。但是就越往下装，他们家里越给我提意见，说，比如说我选了一个沙发，他们说这个沙发不好看，这沙发不实用，你得选这样的才行。我觉得没有办法自己拿主意。不是，这房子是他父母也要住吗？他父母不住。你父母不住还要出建议？主要是我这边提的意见，因为一开始我是比较相信他审美的，都让他去挑了。然后他挑好了之后，我一看他选的都是那个造型大于实用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样子货，我觉得不实用。那种是设计师款，你懂不懂啊？那最后听谁的买的呀？最后现在这个房子也没装完呢，就有点僵持。那你们这婚礼也办了，房子还没有呢，那住哪儿啊？租了一个房子。就统一不了意见。谁也不愿意妥协。这除了装修，这个达不成一致，还有其他达不成一致的地方吗？那可太多了。之前他借给朋友1万多块钱，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我跟他说去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他跟我说，我这个兄弟也挺难的，要不咱们就不要了吧。这是婚后借出去的还是婚前？婚后借出去的。借的时候你不知道啊？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咋回事啊？这个兄弟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我觉得他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他现在也困难，我总不能说是追着他后面天天说你要还我钱。理解，但是借钱的时候为什么不和妻子商量？他就是那种不愿意朝外借的那种人，我如果跟他说的话，我就100%确定他不会同意的。他问都没问我，他就自己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你们俩财务上婚后是怎么安排的？这钱是放在谁那儿还是谁管？是放在我这儿。咦，那他这钱哪儿来的？私房钱啊？也不是私房钱吧。我们是这样的形式，我是拿工资卡是我自己拿着的，
工资发了之后发到我手里，我朝他指定的账户里去放多少钱是这样。结果你转了1万块钱给了，对，我少给了他1不，万。你不是把工资全部交给他？没有，交一部分。正常来说是全交的，但是我因为卡是我拿着，我就少给了他1万。当时他偷偷的，你是后来怎么知道的呢？他那个时候是，我们去英国想要旅游，然后办旅游签证，然后要查那个工资流水，然后我去帮他把那个流水单拿回来，然后我发现这个流水怎么跟他之前跟我说的对不上，就少了一些，我才发现。那知道以后呢，这件事情怎么处理的，怎么解决的？目前就是还让朋友拿着吧。啊，就又你做主了呗，自己做主转了你们的共同财产，被妻子发现之后，妻子要求去要回来是吧？提这个要求了是吧？提了。然后呢，你又自作主张，我不提，这是我的好哥们儿是吧？因为这个朋友他之前理解，谁都有个好朋友嘛，反正这事儿你做主了，没听他的呗，是吧？这又是一个特别不听话的事儿啊。还有呢，我之前去他家的时候，他们家里跟我说，男孩子不要进厨房，进了厨房会倒霉运。我真的是闻所未闻这个说法。我们家里就一直是这样的。不是，这是婚前说的还是婚后说的呀？这是婚前说的。他父母说了，男孩子就不应该干家务，咱们不去评论老人啊。关键是当时你的男朋友有给你做什么承诺吗？说那是我父母的观点，你别听他们的，有吗？我当时的想法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你表现一下也是挺好的。然后就让他去，因为有些我也是帮他一块干了，但主要是想让他表现的勤快一点，表现的好一点。那实际上你们婚后呢，这家务活你干吗？家务干一些。不是，他干了哪些啊？你觉得满意吗？还是不满意？我觉得不满意。比如说他刷碗，既然说家里说了，男孩子会倒霉运，那我做饭吧。我做饭了，那他就应该刷碗吧？也不是。我去他家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不刷碗，无意间看到他们家里有一个家族内部群。啥叫内部群？这个内部群就是除了我之外，其他亲戚都在。哦，好，那你是家族之外的。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群里就蛐我，就是说啊，这怎么让自己的老公刷碗啊什么的。你跟我说那内部群里都有谁啊？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谁？有很多亲戚，他们那有像你一样是嫁进去的媳妇儿吗？有吗？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就是直系亲属，对吧？对。有本地的媳妇儿吗？有啊，有媳妇儿，但是是本地的。你娶的是外地媳妇儿，所以不在这山东家群里啊。是谁不让他进这个群的？是你父母还是你？更多的是我，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容易发怒，我就他性格啥样啊？有时争吵的时候，婚前的时候还好，现在婚后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些不装了。那现在就是有时候上头了，对我也又打又骂的吧，没说打的特别重，还摔家具。有时候半夜他把家具给砸了，然后把手也弄伤了。我说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检查一下。他说我不。我觉得有时候事儿就很多，就是不用去医院处理，然后他非得说啊你要去医院怎么样，就显得他很关心我一样。不，你多大的事儿啊？要砸家具还把手弄伤了。就有时候事儿就不大，就容易他就延展嘛，就升级了。就总这样吗？他？时常吧，时常总这样的话我就受不了了。文静的一个女孩，对自己的丈夫非打即骂。哎，那15000，他坚决不去要，你跟他发脾气了没有？发成什么样？也没有很严重，就是说他。他说那是他特别好的朋友，是那种酒肉朋友，还是过过事儿的、真心的、真诚的好朋友？我觉得是过过事儿的。问他嘛。之前他帮我的那次，不也让你撞见了吗？你根本就不叫帮，那个就是帮着他一起欺骗我。之前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因为要查那个征信，他之前在婚前有一笔欠款，因为有这个钱就没有办法过征信。干啥欠的钱呀？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谈恋爱之前那个事儿了。当时我甲状腺这边就是需要做个消融手术之类的那种，然后我当时也是刚工作不久，也没跟家里说，我就用的信用卡自己把这个手术去做了，是这样。没想到后来我们进展比较快，就到了买房的这个阶段了。我一看这有征信，有征信的话你办不下来房贷，我说我哥们儿帮我一下，
把这个房贷这个征信先给解决了，然后之后我每个月发工资之后，我就让分着还给你，他就后面也看见了。一共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朋友是挺给力的。一共有多少钱？也就3万，也不多。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看病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问他，他才告诉我的。我就觉得，我作为你的当时是未婚妻，你有这种事情你不跟我说，你去跟你的朋友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位置。经过这2个跟钱有关的，我也反省了，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怎么会管钱，我就说那你管钱吧。现在是每个月给我1500生活费，像我这个年纪，其实1个月1500不怎么够。通勤啊，自己买点衣服，然后跟朋友聚会什么就不怎么剩下了。我想着都这样了，这1个月你总得有盈余吧，有这个积蓄吧。结果1个月下来也没有什么存款，我又问他，你这管钱的你管哪儿去了？他也说不清楚。不开心了要出去下一个馆子，开心了要出去下馆子，发钱了要庆祝一下下去下馆子，然后每天上班就不开心了。然后我不能让自己更快乐，我还不能点一个小甜水让自己有更多的多巴胺，让自己快乐一些吗？啊，你说是你用来吃了，下馆子了，买好吃的了，他也吃了。一问他就说他都吃了，那肯定就是没怎么记呗，他也没有什么记账啊，就糊涂账呗。这现在记账多容易啊！打开你的消费记录，上面分门别类列得清楚着呢。吃饭餐饮花了多少钱，买衣服花了多少钱，你都不用你自己记啊。哎，结了婚连这个都不会吗？你从来没有看过啊？他就光花就不记，没有这意识。就你觉得也没管好钱哈，就理财能力也不行，那这是你对他的不满啊？就是没存下钱，没存下来，还有都吃了吗？没有计划。老师打人那个事儿，还有一个很离谱的，我特别想跟您说一下。因为现实事儿争吵啊，这样上头也就算了。有一次他睡着觉呢，他睡醒了，他说他梦见我梦里背叛他，因为这事儿他就跟我吵，哎要动手。我说你这梦里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让我交代，让我交代什么？你没有做过，为什么会梦见呢？不是你认为你做梦啊？梦是假的呀。你做梦梦到他有这个背叛你的行为，你起来就骂他打他，这个没问题是吗？我觉得你要是气头上，这还多少能够稍微容忍一下你的骄纵任性。你要到现在，你现在都觉得没问题吗？我都梦见了，梦里让我很不舒服。哎，姑娘，我梦见我有天上太空了，你说我真上过太空吗？说不定以后真的能上呢。哎，你结婚前是这样的吗？就是会情绪非常不稳定，然后这个骂呀、打呀、砸东西啊。你结婚前是这样吗？我觉得之前是没有。我觉得我的性格还挺好的，但是在他这儿我的性格就不是很好，就变成这种经常发疯、歇斯底里，可以这么说吧？你这个还真不是撒娇，是真打哎。哎，你俩打算要孩子吗？要孩子这个事儿，那才有的说呢。啊，因为一开始我们结婚之前，他说我不要孩子，我说我意思是我尊重你，但是这个事儿之后咱可以商量。我从来没说过说我同意，咱以后就不要了。现在我们也奔3了，我想着你再不要的话，你可能就年龄也到那儿了。我想着是不是到时候去商量一下这个事儿了，还是坚决不同意，然后扯到他自己的性格啊什么的，就找一堆借口。我承认我的性格像小孩儿，然后我不成熟，我再生一个孩子，那我们俩谁照顾谁呢？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我们俩的资金也不是很够啊，你现在要孩子确实是有一点。人的性格总会成熟的。等一下，是现在暂时不要，还是我永远不想要孩子？我也没想好，其实我是不想要的。那我不是很同意。这是要不要孩子，确实要尊重女方，但是你们2个人是夫妻，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和他的想法呀？我觉得我婚前跟他讲过，他能跟我结婚，就说明他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那种说不要的，过了几年之后就想要了，到时候年纪也不行了，后悔，然后父母也年纪也大了，想抱孙子也抱不着。我觉得特别不想看到以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你看这什么结婚呀、装修啊、什么生孩子吧，财务其实都是生活中挺大的事儿。那小事儿上呢，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这1年中相处的如何？他有的时候跟朋友们，就比如说跟同事的人去应酬，然后去吃饭、去喝酒，然后但是回到家就很晚了，然后他还要再加班。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去那个书房、去厕所加班，他就在我旁边，那个大电脑我都睡下了，他在那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整得我也睡不好。
第二天我还得上班呢。频率很高吗？这种情况？频率不是很低，因为他老加班。这个是他不好。那这频率家里有书房有条件，为什么不到书房？您解释。书房不是很合适，它那个地儿也不大，我感觉有点放不开。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想要一种状态氛围，就懒散的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是吧？所以你看这1年的婚姻啊，大事儿小情处处都没磨合好啊。那究竟是因为女生任性，还是男生太以自我这个为中心，就是你说的爱做主，还是说家里边对你们的这个支持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调整呢？咱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哈。才不到1年的婚姻，你们有没有感觉就像过成了一个笑话一样？尤其是做妻子的，不高兴就动手，甚至自己做梦做到丈夫和别的女性在一起，她都要挨揍。你要记住，你是妻子，不是疯子。但是你们2个人更不堪的是，2个人都没长大，2个人根本不懂婚姻，2个人就走进婚姻了。恋爱的时候可以充满浪漫，走进婚姻以后，那就是责任担当，是要相互负责任，要对这个小家庭负责任的，这才能过得下去啊。所以你们现在2个人，我们说成为夫妻了是缘分，我们共同的去成长。婚姻究竟应该怎么去过，怎么去维护，怎么去经营，怎么去管理？我希望就从你们2个人为自己的小家庭做主开始，好吗？好。这2个人，一个26，一个27，刚刚呢步入这个新婚的算是初期的一个阶段。其实来说，你们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还是都是需要磨合，都得去摸索。以后遇到的问题会很多，我希望就是以后这个小家庭是你们2个人去经营，还得互相尊重啊，互相再去体谅，再去包容。就是2个人呢，以后呢多交流，多谈。我觉得这个女孩这个还是很天真啊，还是小孩那种，想做个梦都能当真的，就这种，还是很天真的这种。当然，我也希望这个男方这个也是多多的开导一下这个女方，跟她多交流。我觉得她还是需要你的这个爱护还有关怀啊。希望你们2个人能够走得更长远，然后互相的多去体谅，多去沟通啊。你们要敬畏婚姻的。结了婚不是进了保险箱了，结了婚是要经营的，比恋爱还难。恋爱时候只谈恋爱就行了，结了婚有双方的家庭，有将来的子女，有共同的财务，复杂多了。还小孩呢，他也没包容你，你也没包容他，都各自在自己的小孩世界里边过得可潇洒了。我几点回来，我打着键盘，我也不管吵不吵我旁边那小孩，是吧？他干的事儿哈。我自己脾气来了，我就摔东西，我就骂人打人，我也不管对方受得了受不了，反正我是个小孩。小孩在地上打滚，别人只能说这孩子没教养，但是也不会说这小孩该打该揍或者不要了。你这行为就是个小孩啊，不适合做妻子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可以有自己的态度，婚姻中可以吵架，可以生气，但不可以用你这种方式，就是放肆自己的情绪。我反正结了婚了，我也不像恋爱的时候我去装，我去尽量把自己的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婚姻一生都需要敬畏，所以我希望你们既然有缘走到一起，成为了夫妻，咱还是珍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婚姻和感情吧。珍视的唯一方法，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赶紧成长。女生像个妻子的样，男生像个丈夫的样，把家打理好，才配得上你们的婚姻啊！婚姻是神圣的，我们老说，婚姻不是你们可以随意去打、随意去骂、随意践踏的。好好相爱，好好经营。刚刚开始磨合，也别灰心丧气，毕竟是2个曾经相爱的单纯的孩子走到了一起，希望早点成为2个成熟的爱人，携手把家经营得更好，好吧？
一般来讲，童话都说王子和公主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绝对不会说结婚之后公主变成了巫婆，把王子囚禁起来，每天折磨他取乐。而你现在不就变成了童话里的老巫婆吗？眼下你控诉自己丈夫的那一些，听起来都叫他犯的是生活里头鸡毛蒜皮的小事，男孩子慢慢会成熟，慢慢会理财。但是你犯的这一些，却是如果不加以控制，会使你滑向极恶的那一端。整个婚姻关系里头需要调整和需要整改的人是你，你需要观察一下自己情绪激动跟荷尔蒙分泌有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女孩子在成年之后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不受控，不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有多糟糕，而是来自于被激素左右的那个时期终于来到了。作为成熟女性的你也很容易被激素干扰，我建议您观察和做记录，一旦发现这是激素在作怪，那就太容易控制了，姑娘，这比涵养女德更容易控制。医生给你开一点什么维生素啊、谷维素之类的，就能帮助到你了，好不好？而作为她的老公，不要催她在这个时候先急着当母亲。你想让一个女孩觉得我可以当母亲，她首先得知道我有没有一个战友，有没有一个能够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他能帮上忙的人，有没有一个可以在夜晚喂奶我起不来的时候他会起来给孩子冲奶粉的人。这是从什么时候能让他有这样的信心建立呢？从你能够帮忙洗碗开始，从你能够帮忙拖地开始，从你能够跟他一起协同家务，而不是认为男孩子干家务不吉利，把所有的家务推到女孩子一个人身上。一旦他发现你能够在家里头跟他进行很好的分工，并且能共同分担，他对你的信任会加倍，然后到时候才会有信心说，等孩子出生了，我不至于是一个人孤军作战，该来的孩子会来的。眼下小两口需要好好的经营和调整自己的感情状况，过好这个磨合期，加油。我觉得在新婚初期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属于正常，因为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的模式当中，两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会挑起一些事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巩固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这就是大家所谓的新婚前3年权力争夺期。他的作和他的闹以及他的任性，都是在告诉你，这个家我说了算。那么我觉得对于任何的一个女孩，大家可能都要想说，我要找一个宠我的男人嫁给他。但是这个它本身就是个悖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爹，不可能有一个永远宠你的男人，无怨无悔的宠你，无怨无悔的对你好。所以姑娘，你死了那份心吧。我告诉你，现实就是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就是相互的，我们是相互扶持，相互温暖，相互宠爱，相互信任，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来有往的。如果只有来没有往的话，那我告诉你，这段关系一定长久不了。接下来你会遇到什么问题？你的那个梦真的照进现实了。所以婚姻就是一个修罗场，婚姻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成熟，要让我们变得有担当，要让我们变得有责任。婚姻很难，但是在婚姻当中，两个人既然选择走进这场游戏，就请你们两个人遵守婚姻这场游戏的规则，也请你们扮演好大人的角色，担当起你们的责任，履行好你们的义务。否则，请你们不要走进这场游戏，弄得两败俱伤。祝福你们年轻人，希望你们之后的婚姻之路能够稍微顺利一些，别作了啊！好，坐下休息一下吧。看看这对新婚夫妻他们又有什么样的问题。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郭先生28岁，来自甘肃，公司职员；刘女士26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距今结婚不到1年。结婚前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现实
存在很大的落差。我爱人比较任性，不分时间地点对我发脾气。都说婚姻啊是爱情的坟墓，这样的生活令我觉得很窒息。你们家是谁作呢？没有，你没作。哎，他手指你呢，他说你作。这个你们家问题大还是他们家问题大呀？我觉得我们俩的问题可能比他严重一些。那讲讲吧，谁先讲？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爆发的一个矛盾点，可能就是关于做家务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原来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那会儿就在一起住，家务分配还挺好的。比如说，那我下班回来早，我做个饭，然后他那回来自动刷个碗。然后或者他如果有时间呢，他想做，那他做个饭，我刷个碗，这都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等到我们俩在结婚之后吧，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个固定的分配，但是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会心疼他。我觉得你可能工作比较累，那你下班回来晚，那可能我今天也做饭，那我自动我就把家务收拾一下。不用你了，但是他也就会躺在沙发上，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慢慢长此以往，我觉得这个变成了他的就是养成习惯了。他开始觉得这个活儿得我干了，因为他觉得他有人会加班，我不加班，这个活儿我多干一些也没有啥。然后甚至有时候我催他，我说那你这个活儿今天你干一下吧。但他有时候会说一些什么那我觉得我比你挣的工资还多呢。那你多做一些家务又怎么样呢？他会这样抱怨一下。也就是说，他说他钱比你赚得多，对，所以你要多干家务。对，他会跟我抱怨。这你说的呀，小伙子？其实这个工资的话，可能是因为生气的时候会说一下，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我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呢是类似于办公室文员，可能相对轻松一点，在办公室坐着，然后下班时间可能稍微早一点。但我的工作呢，有点特殊，就是汽车方面的，因为需要未出，有可能一天一直在车上这个开车啊、跑啊之类的，下班比较晚，也比较辛苦，所以说下班回来之后，我就沙发上一躺着，然后他洗个衣服啥的，然后把衣服让我放进洗衣机里，然后他去放洗衣液之类的，就一件洗衣服的事情，非得让2个人去做，因为他觉得我在那躺着，他不舒服。不，他不累的时候会干家务活吗？自觉主动的？他不累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会帮我干一些吧，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现在开始都主要依赖我了，因为我通过他抱怨一次说我比你挣得多，那我就想让你多干。他通过这一次抱怨，我就觉得他以后会经常抱怨。其实我这生气的时候说，也没有平时每次就拿这个工资的事儿跟你吵啊。郭先生哈，小郭，你心里会觉得自己因为更忙一些，赚的钱更多一些，这家务活他就应该干吗？多干吗？嘴上这么说的，心里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心里女人伺候男人天经地义，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因为因为我觉得在他家，可能他上一代就有点这种情况，所以到他这儿有点。所以婚前还提这个醒儿哈，有点警钟，咱得干点，表现表现。婚后一放松，确实不想干了哈。哎，那你这钱都交给夫人吗？交给你太太吗？现在还没有。那你凭啥？你赚的钱多和人有啥关系啊？你也没交呀，钱你拿着，活他干着，但是钱也给他花。你俩这还是不像两口子。对呀，你们2个人是因为钱，其实目前我俩是各管各的，我没有强烈要求说他一定要把工资交给我一样，或者我一定要交给你一样。因为现在就是日常开销是我出，然后房贷是他还。既然2个人都有付出，我也没必要非说把他钱一定要交给我，因为我觉得交给我，万一日后藏私房钱不想给我了，也一样麻烦啊。对，所以我也就不想过多管下去。你这个想法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哈，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是正常的。但他这个想法，我挣得多就得我老婆干活伺候我，这想法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啊！哎，你们婚前有矛盾吗？所有矛盾都是婚后出现的吗？有，因为那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发现他会跟他的一个发小聊天，但他这个发小其实是一位女性发小，但他这女性发小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他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我这个人，可能出于我的这个好奇心作祟吧，就想看看他的手机，结果看就是真的发现问题了。看他们的聊天记录，那会儿虽然我们在谈恋爱啊，但是他跟他发小说过，让他发小就是跟他结婚吧。他说的？对。啥情况？
你不是谈着恋爱吗？还跟别人说你跟我结婚吧？脚踩两只船啊！就是当时在跟他谈对象，我是比较随意，大咧咧，他也我那个发小也是大咧咧的，但其实都是朋友，这随便就是下楼。不，这结婚这事儿可不是大大咧咧的啊！这话啥意思说的？就是也没说直接结婚的意思，就是开玩笑说这个什么。你跟发小说了你是开玩笑吗？你今天是暴露了、败露了才在说开玩笑。我觉得是开玩笑说的，因为我平时反正就是说话比较随意。你喜欢你发小吗？我觉得曾经喜欢过吗？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过啊。哎，你跟这个发小就算是开玩笑说，哎，你要找不着合适的，你就嫁给我，咱俩结婚呗，是吧？请问那个时候你跟你的发小说你有女朋友了吗？那会他知道，他知道你有女朋友啊？但是他知道了，可是在我们拍完婚纱照以及我们定期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发朋友圈嘛，他也发了，他把那个发小给屏蔽了。哇！为啥？发小不应该祝福你吗？并且他还给他发小改了一个分组，他改到了他同事的分组里。啊，有些生活照不让他发小看，你是吧？这么在乎发小的感受吗？拍婚纱照为什么怕发小看到？是有猫腻在里头呀。因为我不屏蔽的话，我那发小可能会点赞的话，他会拿我手机看，然后每次看到我那个发小点赞的话，他就会回忆起之前的什么我俩之间聊天啊之类的，他就每次就会因为这个事吵架，所以我不想让他看到了。发小结婚了吗？现在应该是结婚了，现在没有关系了，就现在也跟发小不打电话、不聊天、不开玩笑，没什么来往了，是吧？对，但是他每次一生气的话，还会提起这个事。姑娘，你信他现在不和发小来往了吗？之前其实自从我发现他这样聊天之后，我跟他说过，他说他会把发小删掉，但是他也没有删。后来我就也无所谓了。我说反正别让我真的抓到就好。说明你也信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有一些挺聊得来的，或者老聊天，但你们真正步入婚姻，其实他就彻底断了。你信了是吧？那咱这事儿不说了啊，好不好？这过去了。我说这女生作不作的时候，你指指她作，是吧？她咋作了？你来说说吧。因为我觉得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任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在去年去青岛拍婚纱照。那个婚纱照地点呢，在一个这个巷子里面，路不好走。我当时开着车导航的，他就一直说你不早出发然后一直在这个瞎指挥，然后说我开车开得慢，然后我俩因为这个事儿一直吵起来。那我迟到半个小时就迟到了呀，无所谓呀。到那个拍婚纱照那个停车场，然后他就生气不拍，下车就走。那风很大，然后我打电话他不接，过了1-2个小时他才来的。拍了没呀？当时最终拍了，但是拍的过程中心情很不好。但是小两口们说实话吵吵闹闹的啊，尤其这个说要结婚的时候，办婚礼啊等等，最容易小两口吵架的。对，这个也不是说就代表你们感情不好了啊，你小伙子你别那么沮丧啊，很正常。虽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也不是说就证明你俩不好啊。你干啥那么沮丧啊？这不都婚也结了吗？他婚纱照也拍了，可能。我们办婚礼的这件事儿，可能一直我心里也比较总是想这件事儿吧。婚礼也不愉快，因为我家是河北的，离天津比较近。他家是甘肃的，然后离天津就是比较远嘛。你们现在是定居在天津？对，是的。他家来的亲戚比较少，那我家亲戚就会来的多一些。而且我觉得我家亲戚愿意来，并且来参加这个一个快乐的事情，他们也是给我面子，想来参加。但是他们的家里人呢，和他父母就会觉得。那来这么多人，那你前期的开销以及路费，那都是要我们出钱的，并且办婚礼，那这些钱就很多呀。那一家来个代表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一点就让我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天津就是举办一个婚礼，然后举办婚礼之后，得双方去各自家里还得吃饭，就是说天津举办婚礼，我还得回河北3场，因为毕竟是3场，所以说开销比较大。我觉得就是天津的话。就举办个婚礼，然后也不用说把这七大姑八大姨所有的人叫过来，因为确实你要住酒店呀、路费呀、耽误时间呀，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我觉得叫那么多人过来也没有意义。那后来来了没有那些人？来了。
来了最你还不满意？后就是我觉得就即使那你不出钱，那我自己出钱，我也要他们来，我就坚持我自己的想法。行，你俩特别爱较劲过去那点事儿，你们俩现在有没有打仗的地方？现在他父母在我们结婚之前说，今天说不到1年吧，他父母就觉得那是不是应该要小孩了？我说那你要小孩花钱不更多吗？其实，在我俩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说过说结婚之后不想太早的要小孩，我也不想说我这么早就生了孩子在家里围着孩子转，不上班耽误工作，那然后挣不到钱，我也不想这个样子。但他父母总是就是在我面前念叨。但这个时候，他开始顺着他父母说了，开始不顺着我说了。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也跟他想法一样，但后来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俩现在是年轻嘛，30岁之前生孩子可能对身体比较好一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现在生完孩子的话，我双方的父母比较年轻，他可以帮我们带，我们就可以快速投入到工作中。那这件事你们最后商量了个什么结果呀？是什么时候要啊？但是我目前我还是不会要。父母老在眼前说。对。你们是和公婆一起生活吗？对，其实我们生活去年还没有，是从今年才开始。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那会儿跟我们说我们每天上下班回来自己做饭挺辛苦的，说过来要不然照顾我们吧，给我们做饭什么的。后来我一想，我说那来也行，结果没想到他爸妈没过2天真的就买票来了。就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怎么会说来就来呢？因为我觉得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活习惯差异就很大呀，我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不是，那他们说要来，你是打算让他们来住多长时间呀？因为我们说5一之后过来，我也没有说具体要让他们住多长时间，因为毕竟这房子他爸他妈买的嘛。我不好说来住几个月你就走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差异挺大的。我父母来的话来就来了，就是他总是拿这个事没跟他说然后每次就跟我会吵。那行吧，这说不说的，反正这也来了以后相处的怎么样？来了之后，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像他父母，周一到周五1日3餐正常，但周六日，我觉得我年轻人，我周六日我好不容易能有个双休，我多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啊。但他父母就是1日3餐也要正常吃。我早上，比如说我可能正常父母又来的时候，我可能9点10点起，他父母早晨好也一样7点多起来开始做饭了。他们因为西北人嘛，他们吃饭跟我河北的有些不同，比如说他父母会做一些什么浆水面，我非常吃不惯。然后我会跟他父母说一些，比如说我想吃的，但他父母可能不会做。我说那你要不会做，我做也行呀。比如说我做一点我喜欢吃的，我可能会上网学一些，比如说做个面包或者披萨什么的。但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我不是说一次性做成功，他父母有时候会说我浪费不知道节俭怎么样的，就吃也吃不到一块儿啊。我觉得首先你一点就是，那我父母哪怕就说早上起得早。咱们年轻人可能睡得晚一点，没事他们吃他们的，咱们睡咱们的呀。我觉得他就是偶像包袱太重了，他觉得自己10点起就是不尊重老人了呗。不尊重老人自己的这个自己觉得就应该也10点起，但事实上他不想这时候起。因为你是儿子，他想的是想给自己的公婆面前留个好印象，这个没错的。这是没错，但是你这样一直让自己过得不舒服，那我觉得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倒不如一开始，那我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就这个点起。这真不是啥偶像包袱，这个对于他来讲，这是对老人的尊重，这是他的教养。你真是不会共情，你真不会夸妻子，还指责他。你为什么不其实你这个媳妇儿做的真的很好了。我刚刚就一直纳闷，你们又没怀孕，现在又不是需要带小孩，非得折腾老人过来陪着你们干啥？你们自己还过得这么不舒服。老人来了以后也觉得自己帮不上忙，还添乱。可能是岁数小的原因。其实你作为丈夫，你在中间你是个桥梁，这边要安慰你的妻子，那边还得跟你的父母也得安慰好了，也得让他们去体谅你是中间的这个桥梁，你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一家子媳妇儿跟婆婆这之间打不打起来可都看你了。而且如果你把中间弄好了之后，你婆媳之间又和睦，然后你们两口又恩爱，而且这媳妇儿还拿这个亲生父母一样去对待你的父母，没有争吵，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住到现在没有产生正面的不愉快吧？没有。所以他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没产生过是吧？关键是这个，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会背后跟他说吧。可能直接跟他爸妈说的会比较少吧。
就其实还是有不愉快的，是吧？对，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处理方式。对，你要是跟婆婆直接要说，就跟前面那些就吵起来了。这个确实处理得好。对，为什么呢？这不能和自己的公婆去发生冲突。对，只是跟自己的丈夫。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啥意思？时间长了，难免就真吵起来了。你就不能劝劝你爸妈，现在先不要着急过来吗？今年就是过完年是第一次来，因为这段时间是家里不是很忙。你们俩过日子主要是谁来做主啊？其实我俩目前来说，更多大事儿做主的是他比较多吧。什么大事儿他做主？就比如像我们买的房子，然后当时因为也是可能选了3个嘛。选了3个，但是最后他决定的，然后具体选了哪个房子。但是可能我也有建议，但更多大事可能他做主比较多。那小事儿呢？小事儿谁爱？比如说什么装修的款式啊、样式啊然后一些家里的美的东西啥的，他去做主。然后比如说美房子美在哪里，大事儿你定，细节他安排。那在这个上分工还算融洽啊。对，是的。平常的小细节上呢，会彼此包容，互相让一让对方吗？还是说针尖对麦芒会吵起来？目前可能就是真的吵得特别严重的事情，倒是也还没有。就是这些小事情，可能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说他发小的事情吧。就这件，因为这件事情，他就任何矛盾都能引起这个发小的事情。我说这个事情难道就过不去了吗？他每次就要说。行吧，这个家里边事儿，这不到1年的时间，反正大大小小也不少事儿。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什么建议啊？妻子今天确实有点生气，她在意的并不是对错，而是你的态度。你今天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妻子把你拉到爱情保卫战，是想好好谈，去正视这些矛盾和问题，然后呢，通过你们的努力去化解。结果你更多的是辩解，甚至是指责。我们总认为婚姻的危机那就是7年之痒，其实忘了婚姻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结婚1年。今天真的很巧，你们是结婚1年，他们也是结婚1年，这是缺点大暴露的时期。因为2个人修成正果，原形毕露，任何的忌讳伪装都没了，是很容易把自己彻底的暴露了。暴露是一件好事情，关键我们要自己接受这样的挑战。所以2个人很简单，不要去回避问题，正视问题，2个人努力共同去解决问题，最后没有问题。谢谢。你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刚刚开始，以后的喜怒哀乐你们都会体会到。面对的很多一些事情，无论是对还是与错，都得去面对。因为咱们是人，咱不是神，什么都是提前这个能够预判到的，很多的事情啊。尊重你们当下的这个选择，也尊重你们现在的这些个想法，慢慢走，路很长，慢慢去体验，慢慢的去体会啊。祝你们幸福啊，好好的过日子。哎，我还真觉得，什么都强。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多地方做的还很成熟的，确实很好啊。但是婚姻有时候也不仅仅是我们成熟理智就能解决的。我觉得你差一点点，你看她又作又闹，但她老公还很爱她，还舍不得她。你就算你不作不闹，你老公也有点冷冰冰的，因为你也缺了一点。但是她爱她老公啊，还真行。哎，但你也有一点点冷。你如果再暖起来，像他一样学点什么撒娇任性啊，说不定有效果。你太理性、太成熟、太去想维护这段婚姻，反而有时候少了一点年轻人的那种激情啊，或者是，哎呦，我就管他呢，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跟你吵一架，或者管他呢，我今天开心就必须拉你出去，咱俩吃一顿。你看他俩挣的钱全吃了，释放，有时候释放挺好，一起出去玩玩，像他们一样。啊，今天吃点好吃的，明天吃个小甜点。你看姑娘说，我这累一天心情不好，我不得点个甜点开心一下。学会让自己开心，
我们尊重婚姻、敬畏婚姻的同时，也要学会在婚姻中找到松弛的那个点，别老紧绷着。该跟公婆撒娇撒个娇，妈，我起不来，早上能不能不吃早饭？对，你公婆不会怪你的，对吧？人家愿意出钱给你们买房子，让你们在城里生活，也是心胸宽广的父母，也不是那么事儿的人。学会柔软一点儿，撒撒娇，跟老公也撒撒娇，老公，咱今天出去吃个饭呗，别吃咱妈做的了，我实在不想吃那碱水面。那大家哈哈一笑，带上公婆去尝尝咱天津美食，都挺好的。你学会一些生活情趣，你需要一点情趣啊，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啊。这老公我得说一说，哎呀，你真是那个一根筋在那儿戳着呀，就不知道变通。你看孔老师反复说，你这个粘合剂桥梁你得做呀，你这个做的真不好。我觉得你爸妈挺通情达理的，反而是你挺固执的。家里尤其婆媳关系需要你去调和，创造一些夫妻生活的浪漫，你们的生活才能长久的甜蜜幸福啊，日子还得甜蜜浪漫下去。好了，我是很讨厌听到小伙子老说的那个偶像包袱，你太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了。你以为那叫别人爱演爱在乎点面子，你却不知道那对于你的妻子来讲是多么大的打扰和负担。你要知道哈，你的爸妈来之前是没有说一声，并且提前到，而且在车上直接就这么杀过来了，弄得措手不及且不说。对于他来讲，他的人生接下来是在这个房子里头做不了自己的女主人。你能够理解你的妻子在面对她的公婆、你的爸妈的时候，可能在家都得内衣穿全套吗？而你在这个事情里头是得到便宜的。你得到的是我爸妈来照顾我，我有现成的饭吃了，我又享受母爱了，耶！你享受母爱，回卧室还能享受妻子，却让妻子架在火上烤。你老婆真的是修养很好，你老婆的家教也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才使她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没有发怒，也没有闹腾，而是默默的忍受。但这样默默忍受下去，她真的会很累的。请你以后多多少少理解一下你的妻子，而你的妻子的通情达理的时候，不是说你们就可以这么随意的再给她加码的，你要帮助她，跟她商量，跟她一起调整。关于说未来生不生孩子的事儿，我觉得你们可能早生孩子能早解决问题，早生孩子之后，公婆来有用武之地了，你能够得到一丝放松了。因为有了孩子，你夜里要带孩子，白天你多睡一会儿，公婆都能理解。而白天他把孩子抱出去交给公婆，公婆有事忙，顾不上盯你了，大家都反而解脱了。未来的日子，更多的还是靠小两口彼此去过。你不要再说什么不干家务活这些了，也不要像住在自己父母家一样，一到周末就想跟小伙伴出去玩，这还是男孩做的事。男人做的事啊，是周一到周五，哪怕我忙得顾不上家，我周末一定陪老婆。你正好搞反了，一到周末往外跑，那叫放假的男孩子，周日周六有假了。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吧，小伙子，你的老婆非常非常好，请珍惜她。我接下来不说情感的事儿，我想说点人性的事儿。第一个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他有类似于跟别人搞暧昧的情况，对，并且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就是他的发小。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不叫说什么啊喜欢呐、背叛呐，这个叫聊骚。他肯定追过这个女孩，追不到。但这女孩呢，就属于什么？我不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还吊着你。所以这两个人都贱。要是我，当我发现你居然分组把这个女孩分出去了，并且你还给她备注了其他的名字，我肯定会跟你说拜拜，因为这就是在给我的婚姻敲了一记警钟。但是如果你的底线是，就像你现在反复在翻旧账提这件事的话，那证明你的底线在这儿，那你就拒绝。如果你觉得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儿，翻篇儿，那姑娘就不要再提了，因为是你选择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选择了嫁给他，明白了吗？明白了。至于他的那个发小说什么现在不联系，亲爱的，我告诉你，10年之后，你看看他还会联系吗？
那依然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女人。接下来第二件事，关于公婆的关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结了婚之后，一个姑娘啊，真的挺惨的。惨在哪儿？第一，娘家不是自己的家，回家客客气气的；第二，婆家不是自己的家，因为你永远是外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嫁出去的女人，真的挺惨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那么跟婆家的关系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呢？3个字儿，没关系。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见面的时候相安无事。我们尽量少扯关系。我就很不理解有一些姑娘要求婆婆和公公对待自己像亲生女儿一样，怎么可能？所以这就是人性的东西，就大家都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的目标太高了，你的期待值太高了，那你一定会有失望。我们就是相安无事，我们2个人好好过日子就行了。2个大的家庭在一起，面上过得去就完了。所以这就是人性，这跟感情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经常会用爱去绑架这些人性的东西，觉得你但凡是做了怎么样的事儿，就是不爱我。所以刚刚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很多的事儿跟爱没有关系。我们彼此尊重，真诚的对待，我们当下过好每一天就好了。谢谢。好，2组年轻的夫妻啊，老师说的话你们好好思考一下，未来的婚姻之路还很长啊，希望你们能够过得顺利一点啊。先回到我们的转门之后，待会儿看看你们的选择啊，来，请回。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好，看看我们2组小夫妻他们的选择。先来看一下我们第1组夫妻，这应该肯定出来吧？没有2选个择都出来吧？都出来。关键看看他们出来怎么说啊。好，来，请开门。2对都会出来。很精彩。怎么不牵着手出来呢？这牵着手呢？不牵手出来呀？我感觉，今天来这一趟还是挺有收获的。我没想到老师说的这一番话对他这个观念也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刚才他在门后跟我说他今后哪些他想改一下，我也跟他说给我们也听听哪些啊？我觉得还是要分清梦和现实，然后思想要再成熟一些。既然已经选择步入婚姻殿堂，就要做一个大人。哎，对了，好好相爱是吧？用心去爱，多给彼此一些包容和时间，好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好，亮灯吧。还是就是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哈，感情还是很好的。但是学会对婚姻敬畏，尊重彼此，好好相爱。祝福你俩啊！谢谢老师，好好过日子啊！这边，来，哪有夫妻相？也挺幸福呢。他们还没有考虑太多婚姻的那些沉重的东西，有压力的东西。这对年轻啊，有些问题能化解。可是这对夫妻也一样年轻，他们面对的问题就好像多了一点。这个女方比较成熟一些，是会出来，那肯定会出来。但是关键看看出来以后会说些什么呢？来，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
啥意思？不要吓我们啊！不要吓我们，今天好多惊吓呀！他俩为啥不出来？他俩为啥不出来？没关系，我觉得不出来呢，虽然让我们稍微有一些这个就是没有想到啊，但是我觉得稍微冷静一下，重新找找婚姻的定位，能够让婚姻经营得更好，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还是相信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走得更好的啊！也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